2026年资本家再次占据上风，拼死压榨打工人。怨声载道的工人们咒骂资本家，而他们却笑着开了个综艺《身份地址》，让底层打工人与老板互换身份。如果打工人能让公司扭亏为盈，就算赢；反之，老板若能重建基业，胜者依旧是资本。袁种元本身为一个普通的打工人，被节目组选中后来到了公司楼下，只见一群记者立刻上前刁钻发问：袁先生，请问您上任董事长之后决定要怎么做？您是不是早就做好了失败的准备？前几位参与者都以失败告终，您觉得您能赢吗？丁，正是激活败家子系统，宿主亏多少钱都将10倍返还。袁种先是一愣，随后淡淡一笑：呵呵，我根本没打算赢，我打算在这1个月之内亏掉整个公司。什么？此时在场的记者们都傻眼了。全场一片哗然。丁，收获震惊值加99999，可转化为100万现金。哟呵，还有这玩意，看来还得再给这些狗仔记者们一些猛料。反正我们底层打工人肯定赢不了，那我不如趁这1个月尽情潇洒。袁先生，请问您是不是受到了什么打击？这么肆无忌惮地败光节目组的资产，您的良心就不会痛吗？就不怕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这不挺正常？这些资本家就喜欢看着底层打工人要命奋斗，最后还是一败涂地的模样。之前的参加者都是拼尽全力，结果还是破产。我袁种偏偏就是不遂这些资本家的意愿。我靠，有没有搞错啊，兄弟？你这么直接的吗？牛批牛批！第一次看到有人把摆烂说的那么清新脱俗的。兄弟们，看个乐就好，资本家出的节目怎么可能让打工人赢？收割完一波震惊值，随后袁种转身进了公司。只见秘书快步走来。袁董事长，我跟您简单介绍一下我们方正投资的一些情况。不用了，我懒得了解。对了，马上通知所有员工召开全体大会，这次会议很重要。几分钟后，会议室灯火通明，上百名员工屏息以待。他要干嘛？宣布加班？这次会议的目的很简单，就是给大家加福利。我决定从今天开始实行上2休5，周末上班，工作日放假。上2休5的消息一出，全网都沸腾起来。袁总，请问您公司还缺人不？我去，我马上扛着火车就过去。牛啊！在这个连单休都保不住的时代，有公司敢上2休5啊？这不是神仙公司，是祖坟冒青烟了。没错，上2休5。丁，收获震惊值加9999999。公司上层狂欢声，尖叫声此起。与此同时，节目组导演室内，他是认真的吗？几位大佬，你们看这种情况，要不要紧急叫停一下？几位投资人对视一眼，随后爆笑。别停，让他折腾。本来还以为这个公司得半年才能倒闭，现在看来恐怕3个月就要倒闭了。就是要让那些牛马们看看，上2休5只会让公司破产，到时候大家都没有饭可吃。而此时，会议室内依旧热情高涨。你们说有没有可能上2休5工资也只领2天的？我靠，真有这个可能！很多公司为了不裁员，一个劲的把工资往下调。完了！要真是这样子的话，那特么的跟失业有啥区别？工资少的可怜，还不如加班呢。肃静！第2个要说的事情很简单，现在发展不好，大家要多多消费，才能把整个经济给盘活。众人听闻心头一紧，完了，估计是要强制购买产品了。我靠，那咋办？兄弟，要么下午咱一起跑路吧。所以我决定要提高所有人的薪酬待遇，让大家有能力消费，3倍薪酬全员提升。一瞬间，所有会议室内陷入诡异的沉默。我说过要让大家把公司当家，这不是口号。从今天起，所有假期必须落实，谁敢阻拦，直接汇报我亲自开除。我希望你们在公司有一种回到家的感觉。员工们的欢呼声还在回荡。此时，袁种已经回到办公室，几位投资顾问早已在此等候。丁，为了提高员工待遇，本月预计亏损5436万元，现返还10倍收益，5.436亿元已经进入您的私人账户。怎么说自己现在也是亿万富翁了，还得加把劲，争取亏得更多。对了，今天原本也是假期，该算10倍工资，照发。好的，董事长。安排完福利，接着他转向几位投资顾问。几位有什么要汇报的？袁总，这是我们挑选出来的一些股票基金，还有一些投资项目，请您过目。袁种低头翻阅那厚厚一叠文件，眉头微皱，众人都屏住呼吸，生怕他哪句话听不顺耳。信用利差、图性优化，这都写的是什么玩意儿？尤其是这个高收益债，听着就像个坑啊。不过这报告排版挺漂亮的，这复杂程度看起来就高端。思路很不错，不过细节我就不多说了。你们有没有想过亲手操盘？亲手操盘？顾问们面面相觑，他们只是顾问，这些根本轮不上他们操作。没错，亲手操盘。秘书，公司现在还有多少流动资金？5000万左右。很好，给他们1人1000万，去给我实际操盘。短短一句话，在场的所有投资顾问都愣住了。
直播间观看人数瞬间高涨，流动资金全用掉了，你下个月拿什么发工资？这可是5000万啊！你当这是津巴布韦吗？完了，这帮所谓的投资顾问有一个算一个，全部都是纸上谈兵的货。董事长，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信得过我们？当然信得过，你们都是公司的老顾问了，我相信你们也有一颗在股市厮杀的热血，不能埋没了你们的才干。董事长，为了您，我这把老骨头拼了。这些老逼灯瞎拼什么？一旦被套牢了，到时候公司怕是得集体扛着铺盖卷去喝西北风了。我还没体验过上2休5呢，我应该再想个办法抢救一下，不能让它倒闭这么快。董事长，那其他投资机会，你要不要再看看？其他投资计划有什么用？几个月才能盈利？我相信以各位的才干，2周内就能翻倍，最好是2周亏光，这样我就又赚10倍。而此时，坐在导演室里的几个资本家已经不加掩饰的猖狂大笑了起来。这个蠢货还以为要半年这公司才会破产，现在看来最多1个月，这公司马上完蛋。正好让那帮整天幻想着高福利的牛马们看看，高福利的代价就是破产，就是失业。董事长，我已经为顾问们准备好账户了，随时可以开始了。各位，公司的未来就交给你们了，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另一边，节目组的另一位参与者方正投资园董事长陈泰正按照节目组要求来到一家投资公司面试。按照规则，他不能动用自己的一切资源参加这次身份互换。面试官好，为啥来我们这面试啊？不是你通知我来的吗？我是说你选择我们公司的理由。理由哪里有什么理由？我每天投这么多简历，只有你们联系了我。行吧，去把这表格填一下。不是，你这不都有我简历了吗？怎么还填个没完没了？查户口啊！请你配合，如果你不想要这份工作的话，那就从这里离开。面对镜头，陈泰只好选择忍气吞声，一言不发地拿着表格离开。10几分钟后，他填好了表格，再次返回面试的房间。之前是做过这个行业对吧？那你期望薪资多少？陈泰听闻，立刻恢复了刚才自信的样子。2万。为啥要2万？别人3000、5000都猛猛干，你一来就要2万，你凭什么？陈泰正准备介绍自己的经历时，却直接被 HR 开口打断。不好意思，你不符合我们的招聘要求。妈逼我一个，是不是给你脸给多了？既然不符合要求，还他妈填什么表？耍猴呢？我忍你们这种垃圾单位很久了，工资写什么3000到2万，你直接写3块到2万不就完了？还层面试刨根问底，我跟你说的这么……笑死我了，家人们，真实啦！这些 HR 常见的套路就这些。我就说嘛，让你填表格那一刻开始，你就已经可以走了。不知道为什么看见这位曾经的董事长吃瘪，我心里就特别爽。谁让你来面试之前就没有好好了解我们公司呢？闭嘴！我来不来等我电话通知。陈泰走出房门，他看到走廊里挤满了来面试的年轻人，除了没经验，各个条件都比他好。刹那间，他有些恍惚，也开始理解那些在网上愤愤不平的年轻人了。陈董事长冷静，这只是第一家公司，接下来我们还安排了不少面试，总会有能挖掘你才能的 HR 的。沉住气，都是节目设计安排。要是让陈太一上来就面试成功，走上人生巅峰的话，那这节目就太假了。一定要让陈太一经历一下，共情一波，狠狠赚那些牛马的眼泪。对呀，这不就是节目组安排的吗？靠，我真该死啊，差点跟牛马们共情了。什么？你今年都快50岁了，你还想来我们公司？你有没有搞错？30岁以上的我们一概不考虑。你一个干金融的，什么资源都没有，我们招你来干什么？不好意思，我们这个投资顾问岗位要年轻漂亮小姑娘，你不符合我们的要求。一天的面试结束，陈泰心灰意冷地坐在楼梯口，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酸涩。本来今天就找了一天工作了，现在还要去挤晚高峰的地铁，顿时有些后悔参加节目了。而另一边，袁总在办公室摸了一天鱼，他倍感无聊，起身想去看看员工的动静，却发现所有人竟都老老实实坐在工位上。你们为什么不下班啊？董事长，我们这都是自愿加班的。对，董事长，我们都把公司当做自己家的。此时的办公区里，一大片员工正头也不抬的默默奋斗，这一幕让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狠狠共情。我们公司就是明明说好的朝9晚5，结果最后变成了朝5晚9。家人们谁懂啊？我上次卡着点准时下班，结果被部门领导当着所有同事的面骂我，还说要把我给开除了。谁不想准时下班啊？自愿加班，我自愿你大爷！你们难道就这么愿意被压榨吗？你们真的还有把公司当家的样子吗？你们对得起我的一腔赤诚吗？面对连环发问，把在场的打工人全都吓懵了。他们平时晚上10点才下班，今天能上2休5，已经觉得是天大的恩赐。他们原本打算加班到深夜，好好表现给新董事长看，可万万没想到，这位新来的董事长居然一点也不领情。你们有没有想过，此刻你们的父母还在家里等着你们回去吃顿饭，你们的孩子还在盼着能听你讲个睡前故事，可你们呢？还坐在工位上为了几个 KPI 把自己变成了机器。你们以为这是对公司的忠诚，这是对家人的亏欠。袁总的话音落下，整个办公区陷入一片死寂，仿佛连针尖落地的声音都听得见。在无人敢与他对视，
所有人都低下了头。丁，收获感动值加9999。好了，各位，全部收工！加班不会让你们升职，只会让你们错过生活。10分钟之内，我要看到这层楼的电源全灭。此时，在直播间内观看的打工人瞬间破了大防。我靠，有没有搞错？准时下班，这么神仙的工作吗？这种歪风邪气必须禁止，竟然敢准点下班，罪不可赦，简直是扰乱了整个就业市场的风气，必须严厉处罚这家公司，把公司给查封了。确实不建议这样准时下班，因为我还在加班。下一秒，一个又一个的员工激动地收拾行李，脚步轻快地离开办公室。为什么你们少了这么多人？其他人都去哪里了？董事长他们都在会议室开会呢。什么？岂有此理！这个项目非常重要，今天下班前必须拿出让我满意的方案。别以为新董事长来了，你们春天就来了，干不了赶紧滚蛋！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呵呵，官威不小嘛！我不加班，难道你还要把我开了？哎呀，董事长，您看您这话说的，我也是想着多多创收，这不也是为公司着想吗？为公司创收？看来你把我说的话当放屁了。这么对待我们的员工，你良心不痛吗？这里的员工都是我们公司最宝贵的人才，而你竟然用这么恶劣的态度去对待他们，长此以往，我们的公司还有什么未来可言？行了，不用说了，你被开除了，给我立刻收拾东西滚蛋！什么？为了保障节目水平，只要不违法犯罪，任何决定导演组都不会打断。别说是一个项目主管，就算是直接倒闭了，导演组也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好，姓袁的，你有种，你等着身份换回来，到时候公司破产了，我要你跪着来求我。瞅你个逼样，滚出去！再不滚我叫保安了。换回来，等换回来的时候，我特么靠着系统都身家100亿了，好吧？还让老子求你？求你个脑袋！秘书见状，赶快让保安拿着防爆插给项目主管插出去。那一声声狗叫还在办公层回响。听到项目主管被开除的消息，所有打工人直呼过瘾，就差在公司里放鞭炮了。各位，时间不早了，该准时下班了。工作是在工作时间完成的，至于方案我会亲自看，谁的最好谁就是下一个项目主管。记住，在我这里没有人情世故，想往上走就靠实力。董事长万岁！此刻的导演室内，一众金主和导演看着直播间的画面当场石化，谁也没料到袁总居然勇到这种程度。各位大佬，要不要制止一下？我就喜欢看小丑跳来跳去的，我倒要看看，等公司破产以后，这个袁总还能不能像今天这么猖狂？马上把这个项目主管招进来，以后就单独成立一个公司，专门接受被袁总开除的人。而此时，袁总才扫遍了整个大楼，在确定办公室内没有任何加班的员工后，终于心满意足地躺在了沙发上。让员工按时下班，本月预计您将亏损736万元，现在为您10倍返还，7360万元已经进入您的私人账户。目前您拥有资产6.78亿元。看着不断增长的数字，袁总非常欣慰。刚准备下班的时候，此时秘书着急忙慌地冲进了办公室内。董事长，不好了，那几位投资顾问出事了，他们的钱都被套牢了。直播间顿时一大波冷嘲热讽的弹幕刷了起来，他们大多数都是私企老板，看着袁总给员工送福利，气得那叫一个咬牙切齿。要是都按照袁总这个样子，还怎么让领导们开展工作？什么？双喜临门啊！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们，真没让我失望，简直就是我的福将啊！走走走，马上带我去看看。两人走到另一间办公室内，只见那几个投资顾问一个个拉着脸的站在原地不动。怎么了各位？胜败乃兵家常事嘛，股市有风险，这我都是有数的。不就是被套牢了，没准明天就解套了呢。不要慌，就是赔光了，我也不会怪你们的。董事长，你对我们也太宽容了，让我们简直无地自容。我从来没见过你这么好的领导，我这辈子跟定你了。好了，没事了，我给你们10万块安慰奖，再给你们放1周的假期，休息够了再回来上班。接着下一秒，袁总就感觉有什么不对劲，那几个投资顾问没有了刚才的无措模样。怎么了？不就是亏了点钱吗？你们不至于精神失常了吧？董事长，刚才跟你开玩笑呢。今天我们在股市低买高卖，足足赚了1000多万。下一秒，袁总当场石化，直接晕倒在地，吓得那帮投资顾问冲上来，对着袁总就是几个大耳刮子。董事长快醒醒，您这要是下线了，我们这群小喽啰可咋整啊？我靠，这帮老登是认真的吗？套路这么深，换做我特么的得给吓死。这得给多少年薪能请过来？我们基金特么的就需要这种人才啊！董事长，你没事吧？你们对得起我的信任吗？还以为是卧龙凤雏，特么的没想到是几位真神啊！早说你们有真本事啊！不行，得赶紧给这几个老登之走，快把这些全部抛出去！董事长，资金已经全部回笼了，现在都在公司账上呢。原来董事长早就知道这几位投资顾问的真本事啊！董事长简直是太厉害了。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都是我公司重要的人才啊！要是累垮了，那是我们公司最惨重的损失。这样吧，给你们100万奖金，再给你们放1周的假期，休息够了再回来上班。我的天，袁总，他真的，我哭死！要是换做其他老板，知道手底下员工能赚钱的话，那恨不得一天24小时也要把员工绑在公司给他赚钱。看到没？这特么的才是格局，所以袁总才配赚大钱。他不赚钱，谁赚钱？看来袁总平时也是常积累福报的人啊，这样有福气的人，早晚运势都不会差的。董事长，你这是折杀我们了！我们只是为了公司做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怎么好意思拿这么高的奖金？本来这几位觉得自己立下这么大的功劳，还有点居功自傲的心理，但袁总这一番操作下来，让他们彻彻底底放下了自己的全部身段。既然董事长如此体谅我们，我们也要照顾好自己，才能对得起董事长对我们的期许。对，你看还是老徐懂我的心意。期许，我对你们唯一的期许就是再也别给我赚钱了。好了，天色不早了，麻烦秘书安排专车接送几位投资顾问下班回家。而那些投资顾问刚刚走出公司大门，就有人忍不住开口问道：老徐，你拦我们干嘛？董事长那么看重我们，才拿这点成绩就放假，对得起他吗？当然不是，我有计划，这次只是侥幸。我要趁现在去港城好好了解一下市场，等有了完整的投资方案，再回来见董事长。老徐啊，老徐，还得是你懂得为董事长分忧啊。10几分钟后，秘书回来汇报，至于老徐他们的计划，他没说，当然是要等到时候给董事长一个惊喜。很好，辛苦你了。对了，你帮我忙了一天了，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我叫木夏。好名字，木夏。接下来可能要辛苦你了，别人能放假，但你得随时待命了。不过我给你100万年薪，可是你现在的10倍。董事长，这给的太多了，我受不起。请问袁董事长还招秘书部？本人金融学硕士，我觉得我也有资格当您的秘书。100万的话，我也愿意当这个秘书。我是校花，肯定能让袁总满意的。寄给老子滚远点，晦气。丁，收获震惊值加999。你放心，我这个人光明磊落，没有什么不该有的心思，我只是按照你的工作强度给予你相应的报酬而已。你明早去把公司账户上刚回笼的资金全部转移到一个交易账号上，等明天港股开市，我要亲自操盘。董事长，您也是股市的行家吗？不是，我之前从来没碰过股市。行了，现在也没什么事了，你可以下班了。离开公司，节目组的豪车早就等在楼下。袁总开了瓶香槟，看着外面的车流，嘴角微微上扬，此刻无比的惬意。而另一边，陈泰正被困在拥挤的地铁中，挤得他头晕目眩，一直反胃。没办法，为了照顾他的身体，导演组破例给陈泰叫了一辆出租车。我靠，为什么人这么多啊？服了，师傅，到底还有多久到啊？还有30多公里呢。现在这到处都是堵车，鬼知道什么时候能到。陈泰一听这话，当场就快吓晕了过去。为了还原真实性，导演组特意在郊区租了一个简陋的出租屋，每天上下班光是坐地铁就得2个多小时。陈泰根本无法想象，平日里那些牛马是怎么做到准时上下班的？为什么不在公司附近租个房子？不就1个月几千块钱的房租吗？这也能叫钱？果然，牛马就是牛马，只配累死累活，根本不懂得合理安排自己的时间。陈泰暗暗发誓，下个月工资一到，一定要在公司附近租房。回到出租屋已是晚上9点了，推门而入，只见房间内墙皮发黄，地板发黑，连空调都没有，只有一台老风扇。陈泰一屁股坐在地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靠，这你还委屈上了？在这种大城市，这样的屋子1个月都要好几千，好吗？我仔细看了一下，除了没有空调之外，没有任何问题。我也不懂他在委屈什么。对于这些资本家来说，这种房子都是贫民窟，根本不能叫人住的房子，他们当然会接受不了了。另一边，袁总到家后美美的睡了一觉，第二天不紧不慢的来到了公司。只见整座办公大楼内，所有员工整整齐齐的坐在自己的工位上，根本没有任何一个人放假。说好的让你们放假呢，为什么你们还要来公司啊？董事长，我们是自愿来加班的。对啊，董事长，10倍工资呢，我们肯定要过来加班。你们，行吧，但我先说好，这加班都是自愿的，谁要是强迫你们，可以立刻来找我，并且必须在下午5点之前正常下班，超过这个点谁也不许在公司，听到了没有？反正加班也给了10倍工资，员工来加班只会让袁总亏得更多，他求之不得。要不怕说他恶意加薪，袁总甚至愿意开更多。丁，给员工10倍加班工资，本月预计您将亏损8974万元，现在为您10倍返还，8.97亿元已经进入您的私人账户，目前您拥有资产16.48亿元。董事长，我们公司几位基金经理都已经到公司了，您看要不要喊他们进来，给您一些股票购买的建议呢？不瞒你说，我对炒股也有自己的心得，那就是别人炒得热的股票，坚决不买，别人不要的，我偏要买。就比如说这个西城煤炭，持续跌了5、6年了，马上就要跌入谷底了，正是买入的好机会。
啊，董事长，这些年煤炭行情很不好，这只股票已经持续跌了好多年了，应该没办法再涨起来吧？放心，我有数，你来帮我买吧，我没买过股票，不知道怎么交易。那好吧。我靠，袁总，你是真不怕死啊！煤炭股你都买？别啊，袁总，我求你了，你别这样子，你要是把公司亏倒了，我们打工人就彻底没有什么指望了。董事长，交易完成了，西城煤炭单价3.17元，花了5000万，总共买了1.17%的股份。行，棒棒的。还有今天的会议，帮我全部推掉。那一些需要您来亲自定夺的事情，该怎么办？很简单，让高管们自己定夺。正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我相信他们的才能，除非关系到公司生死存亡的大事，其他不需要过问我。董事长，这样不行的。您这样子放权的话，一旦给了这些高管、部门经理太大的权力，他们不仅会架空了您，还会设法侵吞公司的资产，原本就亏空的账本只会越来越难看的。对啊，这么好的办法，我怎么没想到呢？有了这帮蛀虫，想不亏钱都难啊。等到时候公司破产，再把这些员工全招进来，然后亏到破产再换一个不就完了？我真他妈的是个天才。我知道你对公司有感情，不放心那些部门经理，但我一直相信人性本善，我以赤诚待他们，他们也一定会以赤诚回报公司的，这才是公司的长久之计啊。另一边的导演室内，节目的金主们哈哈大笑了起来。这个蠢货还人性本善，我真是没想到他能蠢到这种地步。他不管事正好，我这就让那些高管们架空了他。1个月之内，我就让那些高管把整个方正投资全部掏空，我倒要看看这袁总到时候能怎么办。而木下只能无奈地看了袁总一眼，便答应了下来。随后一脸失落地走出了办公室，旁边的员工们纷纷上来关心地问道。他一五一十地将刚刚发生的事告诉了众人。木下姐，你快劝劝董事长啊，他不能当甩手掌柜啊。就是啊，这样下去公司会黄的。没用，我试过了。董事长说人性本善，疑人不用，用人不疑。他相信我们公司高层。我的天，董事长就是人太好了，不识小人心啊！就那些老逼灯，一个个心都是黑的。我之前跟着出差，半夜还想叫我陪他喝酒。靠！我上次还亲耳听到，想提拔就要拿钱，从组员提拔到组长就要给50万，不敢想象更高的位置要多少钱。一帮员工就跟炸了锅一样，纷纷说出这些年从各种渠道知道的黑料。而木下听着听着，却突然眼睛一亮。要不我们联合举报吧，把这些多年大家知道的证据全部收集起来，我们举报他们。我们要替董事长、替公司扫除这帮蛀虫。你们放心，这次联名举报，不管怎么样，后果都由我一人承担。不管是谁问起，你们就说是我撺掇你们干的。说干就干，就看到木下带着员工们一个个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的敲着键盘，热情高涨，以至于到了饭点都没注意到袁总的出现。木下姐，刚刚又有一个同事举报了，说他们部门主管上个月虚开发票，足足捞了几万块钱。我这边也有消息，说是一个项目组长在上次项目中收了竞争对手100万，导致我们的项目落选。你们在干啥呢？到饭点了，先去吃饭要紧，工作什么时候都能做，千万别累坏了身子。没什么，工作呢，董事长，我们吃过外卖了。那不行，木下你去联系饭店，按照每个员工1000元的用餐标准，把盒饭送到我们公司来。经过木下的联系，很快几百份精美顶级盒饭以盲盒形式送到每位员工手中。袁总却没料到，这一举动让原本犹豫不决的员工彻底倒向了原主。一时间，各种举报材料就像是雪花一样，纷纷涌进了木下的私人邮箱里面。而节目的另一边，陈太太勉强从自己的床上爬起来，昨天一晚上都没睡好，导致她早上根本就起不来床。这不是老是鼓吹我们打工人不够勤劳的陈董事长吗？怎么也睡到大中午呢？笑死！陈董事长怎么不卧薪尝胆了？不是天天说自己以前很能吃苦吗？现在就吃不动了。我的天，陈太，你这个年纪你还能睡得着觉？你这个年纪正是拼搏的时刻，懂不懂啊你？你把你大好的时光都拿来睡觉了，你对得起辛苦养育你长大的父母吗？陈太迅速收拾好，打开手机导航，发现最近的地铁站距离都有2.2公里，让他心态彻底炸裂。没办法，他只能选择打车。而面对镜头，他却大言不惭地说道：各位观众可能有些不理解，其实有些钱该省省该花花，比如今天，别看我打车花了钱，但是我却可以有效保存体力，这样才能有高昂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这样才可以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笑死了家人们，陈董事长你都混到这份上了，还想着 PUA 我们呢？看看这老逼灯，老双标怪了，你打车就是必要的支出，我们打车就是吃不了苦，你真是懂双标的。镜头回到袁总这边，他再次召集了公司内所有的高管，
共同讨论公司食堂的问题。我们公司附近有多个商业区，距离都很近。接下来我们计划租下几间相邻的店铺，最好还能直接买下来，之后改造成我们的员工食堂。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说吧。在场的所有高管听完直接傻眼了。这袁总特么的疯了吧？这里可是市中心最繁华的地段啊，就这附近的商铺，一年光租金就得几百上千万了，就为了给员工办食堂，你特么的是真拿牛马当家人了。但转念一想，在场的高管们又开始激动了起来。这么高的投入，代表着里面能捞的油水不是一点半点，尤其还碰到袁总这么个什么都不懂的傻帽。董事长，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哈。没事，畅所欲言。以后我们的会议就是这样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用避讳什么。首先呢，对董事长的这个提议，我们也是非常赞同的哈。毕竟员工的身体健康也是我们着重考虑的。不用客套，直接说但是就行。好，董事长快人快语，那我就直说了。但是我们公司所在的地段您也是清楚的，可以说是寸土寸金啊。想要开办我们自己的食堂，恐怕这投入起码要几千万了。不行！完了，预算喊太高了，就算是袁总这个大院总估计也不能答应了吧。食品安全是重中之重，我们不能把员工的健康交到其他人的手上。别说是几千万了，就是上亿，只要能让我们的员工吃得健康，吃得安心，这钱花的就值得。哭了，真的哭了，我感动的要死啊！一年花几千万，就为了让员工吃上一口健康的饭菜，袁总这格局大到没边了好吗？等袁董事长的食堂开业了，我一定去吃，就冲着袁董事长的人品，我就相信他绝对不会害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们纷纷泪目，而在场的高管们都听傻了。不过冷静下来后，一个个的都笑了。这么些钱，到时候项目外包出去，糊弄一下袁总，剩下的够他们潇洒几辈子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钱没了还可以再赚，但员工的健康一旦受到了损害，花再多钱都补不回来。然而在袁总刚刚拍板决定下来的时候，一大群穿着制服的警察直接闯进了会议室内。各位，你们这是……我靠，我也没干什么违法犯罪的事吧？不会是因为我恶意加薪，有人想把我送进去？请问您是袁董事长是吧？我们接到你们公司员工的实名举报，贵公司存在严重的贪腐现象，并且证据确凿，我们想请贵公司的一些人员跟我们回去一趟。我靠，谁举报的？干嘛要举报他们啊？我还想着留着他们贪光公司的钱啊！在袁总目瞪口呆的目光下，警察们直接在会议室拷走了所有高管，而袁总只能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气得浑身发抖。木下站在一旁搓着手，像一个犯了错的小朋友。董事长，您别生气，我们也是为了公司好吗？那些高管都是为我们公司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元老，而且你们要举报，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下？如果没有成功，你们就会成为这些高管的眼中钉，到时候我怕我保护不了你们啊！董事长，这件事情都怪我擅作主张，您要怪就怪我吧，不管什么惩罚我都接受，哪怕要开除我都行。好了，不怪你们，我知道大家都是为了公司好，而且这贪腐也确实不是一件好事。这样吧，你去一趟警局，只要他们肯上交之前贪腐的钱，我们可以不追究他们的责任。但对于那些职场霸凌、性骚扰等一系列不端行为，我们绝不手软，绝不能让恶人逍遥法外。另外，本次追缴回来的所有钱，全部当作奖金，平均分给每一个参与到这次举报的员工。他们为了公司的前途冲锋在前，我们也绝不能亏待这样的勇士。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那些高管们在接到袁总的传话之后，一个个如临大赦，纷纷主动交代了自己的贪腐经过。董事长，这次一共追回公司资金1.2亿，其中4679万已经归还到账，剩下的钱他们都立下了字据，保证下个月之前就会陆续退还回来。什么？多少？你说多少钱？这都是很多高管常年累月贪腐的数目累积下来了，就连陈泰都有参与，数额恐怕还不小。不是，他都是董事长了，年薪1000万，他图什么啊？我们公司大部分股权都是在投资人手里，他这种行为实际上是在侵吞投资人的利益。您看，我们要不要跟节目组反馈一下，追回这笔钱？得亏你不是陈泰的秘书，不然陈泰早被你送进去几次了。我这几天好不容易亏了点钱，今天就让你们给被刺了。再这么搞下去，我还怎么让公司破产？算了吧，陈董事长毕竟对我们公司还是有极大的功劳的。好了，快去把这些钱全部发给本次参与的员工吧，以后还要有类似的情况，就按这次的方法，你们自行处理就行。什么？董事长，这可是1亿多啊，全分下去吗？对啊，我之前不就说过了吗？快去吧。在袁总的催促下，木下才不情愿地离开了办公室。走到办公区时，员工们都凑了上去。在得知每人都能分得将近100万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其他公司都是想方设法剥削员工赚钱，董事长倒好，只是一味的给我们谋福利，给我们发钱，这样下去不行啊！这样下去，公司会倒闭的，到时候我们就再也遇不上这么好的老板了。哎，是啊，我不想公司倒闭。我倒是有个主意，要不我们把这些奖金捐给公司吧？当这个提议一说出来，在场的员工都懵逼了。但紧接着，有些大聪明员工就开始眼前一亮。对，我们可以不要这些奖金，我们领了这么多工资，还有10倍的加班工资，
不能再占公司的便宜了。对了，董事长不是要给我们搞员工食堂吗？刚好我们把这些钱捐出去建食堂，这样董事长就不用从其他地方挪钱了。木夏姐，你觉得咋样？我觉得这样肯定不行，这么多员工肯定还有不愿意捐的，到时候被裹挟着捐款，最后肯定还是董事长挨骂。这样吧，晚上我在员工群里以创办员工食堂的名义发一个匿名捐款链接，大家想捐就捐，最后不管收上来多少，董事长都能看到我们的心意，到时候他一定会很感动的。而此时的袁总在办公室里打了一下午游戏，而员工们在外面键盘都敲冒烟了，可他丝毫没有意识到，很快又要被这些员工背刺了。直到快下班的时候，木夏才向袁总汇报今日股票的亏损情况。哎，我知道了，才亏这么点，照这个速度得猴年马月才能亏完啊！亏点钱怎么就这么难呢？节目另一边的陈泰日子也不好过，要么因为年龄太大，要么学历太低，被几十个 HR 拒绝了无数次。节目组怕陈泰弄得太难看，通过暗箱操作帮陈泰找了一份公募基金的销售顾问的岗位。今日结束，照例让他们两人各自发表了一下心得。心得吗？我唯一的心得就是要真心对待每一个员工，保障他们的福利待遇，这样他们才会真正的把公司当作家。亏损，钱难道比人重要吗？只要员工开心，我就觉得有意义。心得体会嘛，我感觉找工作根本没有网上那些人说的那么难，我这不也是顺利找到工作了吗？你们等着吧，看我陈泰明天如何凭借3寸不烂之舌拉到上亿投资。陈泰吃了几天的苦，网友们刚对他有一点共情的时候，他却开始口无遮拦。工作有什么难找的？要我说，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是眼高手低，能力低下，又懒又馋，还没情商。不要怪老板们对你太苛刻，从自身找找原因好吗？家人们都看看陈泰这个王八蛋，老子特么的气得吃不下饭去了。老子本科毕业2年了，硬是找不到工作，结果特么的被你说成老子眼高手低。呵呵，我双一流计算机毕业，才刚35岁就被裁了，我没能力。陈泰，你丫的也才中专学历，你有什么资格说我们没能力？而导演组这边也完全没想到，因为陈泰这几句话，收视率被拉高到这种地步。另一边，袁总还想以前一样照常上班，发现一个个员工的工作异常热情，这使得袁总产生了危机感。好家伙，得想想办法，这一个个的都把工作放在第一位，这还了得啊！董事长，这是我们公司内员工们联名写的请愿书，这代表着我们的真实想法，请您务必要好好看一下。袁总玩脱了吧？我早就说了，这些牛马都是贪得无厌的，你越是给他们福利待遇，他们就越是有恃无恐。现在好了，牛马觉得福利待遇都不够，要气在老板头上了。有没有可能这是昨天捐款的事情？捐款一把年纪了还这么天真，一两个傻子要捐款也就算了，一整个公司几百个员工都想捐款，你当这是传销呢？木夏，你果然是我的福将，知道我现在发愁呢，特地给我送助攻来了。请愿书是吧？完全 OK， 是要更多假期还是更高工资？统统满足。我看看怎么个事儿。为了帮助公司可持续发展，公司员工本着自愿的原则，为公司员工食堂的建设自发捐款5146万元，倒反天罡，大逆不道啊！我昨天刚发的奖金，今天就给我吐出来了，还平白多出来好几百万。木夏，你给我解释一下。大家听说要建设员工食堂要花很多钱，怕公司周转不过来，这才想着为公司做出一点力所能及的贡献的。不行，坚决不行！哪有你们上班还给公司钱的道理？木夏，马上给这些捐款原路退回！我就是破产，在外面流浪也不能拿员工1分钱。董事长来不及了，我们已经公证过了，这几天我们早上6点就到公司来处理这件事了。袁总只感觉天都要塌，好不容易送出点福利，又被这群老六员工给送回来。我也算是看明白了，这木夏也是个老六，这几天整的这些破事，每次都是这货在后面背刺我。木夏，去通知物业，给公司专门上一个电闸，越快越好，以后下班就拉闸，我亲自来，钥匙也有我亲自保管。那这个捐款拿走拿走，简直脏了我的眼。这次就算了，下次不许再搞这种事情了。现在赶紧把电闸的事情处理好，然后去弄食堂的事情。1小时后，两人前去地产商那里洽谈商铺，很快看中了一个估值7500万的商铺。袁总本想以1.5亿的价格拿下，结果等他在茶水间休息的时候，再次被木夏背刺，以8000万的价格成交。另一边，陈泰一大早就来到了自己上班的公司。您好，我叫陈泰，今天刚刚入职。怎么，你来当个销售，还印上名片了？什么年代了？你以为你印个销售顾问就牛逼了？50多岁的人了，怎么还这么没有眼力见？你老实交代下，是不是家里有点资本 ，HR 才给你招进来的？陈泰也不敢发火，毕竟这也是好不容易找到的工作，只能自我安慰。你是个单人你啊！老子给自己人脉说出来，绝对吓死你这个傻杯。但最后还是硬着头皮按照节目组的要求说道：“我家里都是农民出身，我儿子还在读大学，我什么关系都没有。切，那你来我们这干什么？就你长得这个样子，人家看见你这张老脸，鬼才给你投资。我劝你立马滚，免得浪费我们时间。”
我口才很好的，我又有几10年金融圈工作经验，只要你给我一个名单，不给我一个联系电话，我马上就能为咱们基金拉来一大笔存款。呵呵，你做什么白日梦？就你这样，你也配接触那些金融圈大佬？我吃饱了撑着要把我的人脉资源给你。对，怎么不服气？不服气那就滚！你不干有的是人干，你进了我这个小组，只会拉低我们小组的业绩。哎，这就是职场的现状，服从性测试。要是你没有身份背景的话，先劈头盖脸骂一顿，以后才会乖乖听话。销售这个水很深的，像陈太这样子去干销售，真的不受待见，真的是去拉别人后腿的。没办法，除了销售，以陈太这个中专学历，别说是在魔都了，就算是在2、3线城市，都很难找到一个跟金融有关的工作。他唯一可以拿得出手的，也就几10年的工作经验这回事了。你给我个机会，我能证明自己，我不会拉你们后腿。天黑之前把这些传单发完，要是没能拉到一笔投资的话，明天你就自己自觉一点，滚出我这个组，别让老子再看到你。你要点逼脸不？不就是要投资吗？看老子1天之内给你拉到上亿的投资，到时候我让你求着让我留下来，我陈太今天必须给你好好上一课。此刻袁总正在休息室休息，怒夏突然敲门冲了进来。董事长，不好了，股票，你买的股票开始暴跌了。跌了多少？今天西城煤矿爆出了严重事故，现在官方已经派遣调查组入驻。从今天早上开始，截止目前，股票的价格已经从 3.05 狂跌到 2.45 了。现在散户已经开始大量抛售了，董事长，我们也赶紧抛吧。咱们的私募基金里面目前还有多少钱来着？为了支付店铺的钱，私募基金抽走了3000万左右，目前还剩下 8.7个亿。再抽走8个亿，全部买进西城煤炭。哎，还愣着干啥？快去买！好不去，再不去该买不着了。董事长，要不再等等，再等一会的话，股价还会更低，到时候能买更多股票。不，就要这个时候买入，才能提振这些游资和散户的信心嘛。他们要是知道我们公司大规模买进的话，说不定就不那么恐慌了呢。风浪越大鱼越贵，所有人都只想着抛售的时候，就这我们出手的关键时刻，别人越是跑路，我们就越是要跑步进场。我们必须在短时间之内大规模的扫清大量的低价股票。袁总这边在半小时内已经收购了超过20%的股份，而此时导演室内，金主们看见袁总的接盘操作后，一个个笑得前仰后合。这货真特么人才，8个亿啊，眼都不眨直接砸股市里了，打的这钱是大风刮来的，坐等着傻狗第2天打开账户直接赔穿，还惦记那破员工食堂呢，到时候全公司1人发1桶西北风就是 K 线图啃吧。考虑下我们基金吧，收益很好的。陈太这边也不好过，要是按照往常，这么大的新闻，这位董事长一定会抢先关注的。可此时的陈太只能在大街上顶着烈日，看见个人就上去递传单。哎，年轻人，考虑下我们理财吧。你有没有想过你现在不理财，等你老的时候怎么办？我没钱啊。你可以这样啊，把家里闲置的房子租出去，然后下班再开着自己的车去跑滴滴啊，最后不就可以把赚来的钱投进我们基金里面了吗？我可去你大爷的吧！呸！这帮屌丝，活该你们穷死！现在的人一点理财观念没有，这年头谁手里没有个几10万存款？这帮人要听我的，早就财富自由了。呵呵，想得挺美，房子去哪里？我倒是想把房子租出去，结果房东告诉我不可以把他的房子租给别人。我下班到家都晚上10点了，还出去开滴滴，我是核动力驴是吧？我不配休息睡觉的。几10万，我有几10块给你，要不要？什么傻狗，老子就几10块的存款，叫你大爷呢！妈的，得死我了，不发了。兄弟，1个月几百块，玩什么命？都这么一把年纪了，还出来发传单呢？叫谁兄弟呢？老逼灯还跟我称兄道弟起来了。要不是我参加这么个破节目，你这种老登跟我说话的机会都没有，还穿个西装呢，显得你了。这时另一位同组的女销售看见陈太在偷懒，正准备回去告状时，结果刚一转头就瞄到了坐在陈太一旁的老人，顿时瞪大了眼睛。张爸爸，您怎么在这里休息啊？来都来了，跟我去坐坐啊。什么？他是你爸？上班的时候还带爹来？你这娘们可真有意思。哼，闭嘴！哎，我这不是去我的大楼收租吗？走累了，在这歇一会儿。也是巧了，在这儿还能碰上你。我靠，拆迁户啊！这大爷实力不简单，他是不是有一整栋楼啊？千万别小看北上广深的大爷大妈，人家只是财不外露而已。你要是以为人家穷，那傻的就是你了。笑死！刚才人家大爷想跟陈太搭话来着，结果陈太丫的根本就不想理他。不知道现在陈太后悔了没有？到手的业绩竟然就这么跑掉了。哎呀，张爸爸，我们基金最近出了一个新的投资计划，年收益能有4、5个点呢，您要不要考虑一下？不了，我待会儿收完租就回去了。这一把年纪的，容易遭人不待见。那个兄弟，你继续加油。这么的，你都干了些什么？就算是傻子也能听出来，陈太这是得罪了一个能每年投资几千万的大佬。就算陈太再傻，也反应过来知道自己闯祸。
我哪知道他是你们的客户，我早就让你们把名单给我，你们不给，这也能怪我？不就是个客户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就是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你总有一天会后悔的。行，你给我等着，后悔是吧？我今天就让你后悔。你个狗，你怎么跟狗一样？什么傻逼玩意，让我后悔？回你大爷！要放以前你这种人能见到我都是你的福分。叫死，闯了祸还这么嘴硬，能招人待见才怪了。人家大爷没事跟他聊聊天而已，还凶人家，人家当然不买你账了。人家资本这么雄厚，凭什么要受你的气？我看这陈董事长是放不下自己的架子啊，还当自己是董事长呢，到现在都没有摆清自己的身份。陈太骂归骂，业绩终归还是得自己想办法的，只要能拿出业绩来，他就可以转正，甚至以这个基金作为跳板，再次平步青云。陈太就这么开始幻想了起来。以我的口才和眼光，随时都能找到更有资本的投资人。我要管就得管那种几十亿几百亿的大盘子，就那老逼灯兜里的仨瓜俩枣我还看不上呢。哦，老逼灯，你别说，这确实是个法子，我的业绩就靠你们了。袁总这边结束股票交易后，在办公室又摸了一下午的鱼，刚要准备下班，下一秒陆夏就以100米冲刺的速度闯了进来。董事长，您真是神了，简直是天神下凡，涨了，开始暴涨了。西城煤炭几分钟前开始飙升，短短几分钟之内已经突破了2块，我们这次赚翻了。妈，怎么可能？你不会是拿这个事情开我的玩笑吧？陆夏直接把电脑拿了出来，西城煤矿的价格赫然映入袁总的眼帘中，其中2.04元的价格无比的显眼。按照他们之前平均1.46元的价格来算，袁总他们已经暴赚3亿以上了。我靠，真让袁总捡到漏了！怎么可能？我半个小时前看的股价还是1.14元，怎么一下子就翻到2块钱了？我雷个烧缸，难不成袁总还是前所未有的炒股天才？他妈的就是一个妖孽，炒股圈子里100年难得一见的妖孽！老天爷啊，怎么可能？到底发生了什么？怎么一下抬升这么多？不是都说这是个垃圾股吗？木夏，快去查一查到底发生了什么。好的，董事长，我马上去查。几分钟后，袁总在自己的手机里就已经刷到了相关新闻。西城金县一处大型斑岩型金矿，金矿的资源高达50吨以上，其潜在经济价值近160亿元。官方已经宣布将金矿开采权交给勘测方西城煤炭开发集团。西城煤炭开发集团股价及时暴涨，西城煤炭开发集团紧急宣布回购公司股票，每股收购价格不低于4.2元。呵呵，我早就说了，人家袁总能被选中参加节目，就说明他肯定有被节目组看中的特殊才能。你们不相信，他真是一个天大的错误。奶奶的，原来袁总才是最大的赢家，我特么的几个小时还在嘲笑他，现在看来我才是那个大傻逼。我靠，我刚才就挂单上去了，4.25元单价都根本买不着，大家都不是傻子，明摆着这肯定还会继续上涨，谁也不会傻乎乎地卖掉自己手中的股票。袁总吓得整个人都瘫倒在沙发上，可下一秒木夏敲响了办公室的房门，袁总这才抬头望去，只是这次不止木夏一个人，他身后还跟着2位西装革履一脸严肃的男人。你们是？你就是袁总是吧？我们是监管局的人，根据反馈，我们监管局怀疑你们公司当中存在内幕交易的嫌疑，希望你能配合我们。姓名：袁总，年龄25岁。几名监管核实完袁总的基本信息之后，开始了例行询问。袁总先生，你是否提前得知西城煤炭集团发现金矿并取得开采权？是否提前知道股价将暴涨？完全不知情。说说你为什么会购买这只股票？你没有担心过这只股票会亏吗？我会告诉你，我是以为会亏才买的吗？担心过，但我不怕，反正亏的又不是我的钱。而且我一直相信一句话：富贵险中求，风浪越大鱼越贵。奶奶的，见过颠的，没见过这么颠的。袁总先生，我们再提醒一句，我们严查一切黑幕交易。如果你有任何想法，随时可以来找我们沟通。直到送走几名监管离开后，袁总才瘫倒在椅子上，吓得一身冷汗。卧槽，怎么给监管的引来了？我也没搞内幕交易啊！别说监管了，我都怀疑您是不是知道了什么内幕消息。怎么可能？我一个平头老百姓，哪轮得到知道这种事啊？那么，董事长，接下来咋办啊？等明天港股一开始，立刻把股票全抛了，资金回笼之后再转回我们的私募基金里面去。陆夏刚想劝阻，却被袁总大义凛然地挡了回去，只得照办。待他离开后，袁总这才悄悄松了口气。我就想亏钱，怎么就这么难呢？本想着亏完这8.5亿，85亿就到账了，结果非但没亏，还赚回来10几亿，这特么上哪说理去？不愧是机操大神啊，赚了钱还能保持这么好的心态，真是一代股神无疑了。看看袁董事长的操作就知道了，别人股票要涨都恨不得多捂几天，他倒好，见好就收，一点不贪，这样的人在股市才能活得久。可不嘛，袁董事长您千万别停啊，我以后就跟着您混了，您买啥我就买啥。直播间的风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袁总已经不想这些事了。伤心的他决定开几局游戏，可刚打开手机，就弹出一条新闻：市区内一家影院突然破产倒闭，
老板曾言入不敷出，电影院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寒冬。股市亏不了是吧？那我买电影院去，我不仅要接盘，我还要把赚回来的10几个亿全都亏进去。到了下班时间，袁总看着所有员工离开了公司，直接拉掉了店长，脸上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断了爹，我看你们谁敢提前上班。对了，木下，明天帮我去买个电影院。啊，董事长，你要买电影院吗？你看，就是这个电影院。董事长，这个电影院赚不了钱的，现在很多都快濒临倒闭了，尤其是这家影院，周围有好几家在抢生意。这你就不懂了吧？越是别人不要的，我们越得捡起来啊。可是，董事长，没什么可是的，相信我，明天一早就去买，好不去买，再不买就买不着了。是，董事长，我回家就去联系。镜头另一边，陈太以为找到了目标客户，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试图坑蒙这些老人买基金。阿姨，你信我，买我们基金，你的钱非但不会被花光，反而每年给你的收益比您的退休金还要多。哎呦，咱们年纪又差不多，叫什么阿姨吧，叫我小雨就好了。陈顾问，你天天出来推销也不容易吧？陈太被吓得猛地一僵，本能想躲，却想到这是他今天唯一的业绩，只得咬牙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还好，于姐，你听我说了这么久，你要不要买我们基金啊？哈哈，陈太也有这一天啊！啧，为了业绩出卖自己，陈董事长，我这下是真的相信你能吃苦了。你还真别说，我感觉他俩也挺配啊。陈董事长，你也不亏啊。基金的事不急，陈老弟，你有没有老伴？要不咱俩处一下呗？看姐这身装扮，带派不带派，你就应该知道姐的实力，给姐当老快，姐保证亏待不了你。他刚想扛起陈太就要跑，这时从旁边窜出来一个矮个子的大妈。大妈见状，迅速和陈太拉开了距离。你在干什么？好啊，你这老逼灯敢勾引我的雨妹儿？不是，你听我说，是他主动的。怎么？你的意思是我的雨妹儿主动勾引你的？我呸！看你穿的人模狗样的，肯定是想来骗我们雨妹的钱。老快，就是他，刚才一直拉着我要我买基金，还说要包养我。好啊，你个死推销的，不光想骗钱，还想骗我雨妹儿的色。好，特么的别碰老子！你当我陈太不挑食？你也不看看那老女人是什么货色？敢说我雨妹是老女人？你眼神是被狗叼走了还是咋的？你这点颜值放网上都没人愿意点个赞，我今天就教育教育你。挨了几拳的陈太被人硬拖着往前走，刚被拽到路口，正好撞上刚下班的木夏和另外一名女同事。哎，木夏，你看那个人和我们前董事长长得好像啊，我怎么感觉好像就是陈太呢？还真是啊，他平时这么嚣张，怎么让人给插出去了？而陈太也看到了木夏他们，顿时就仿佛像是抓到了救命稻草。救我，快救我！可木夏他们在看到陈太的瞬间，立刻装作不认识，转身要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陈太是谁啊？我们董事长不是袁总吗？看你妈呢！咦，活该！陈花钱你是真的，没想到你也有今天。这下陈花钱算是真的社死了。就算他这次挑战胜利，我感觉金融圈里的大佬也不会想再跟他有所往来了。没想到啊，陈花钱你还有个师奶杀手的能力啊！60多岁大妈都为你的魅力折服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大妈的条件啊？被包养就不用努力了啊！过了10几分钟，陈太被送到了警局，他脸色苍白，显然意识到事情有些脱离了他的控制。姓名陈太，年龄57岁。为什么要诈骗老年人的钱，还想让人家包养你？你怎么想的你？不是啊，我没骗他钱，我们这是正规的基金，我是基金的销售顾问。人家阿姨包养你。陈太看出了警察同志的质疑，毕竟曾经的他混迹商场，身边向来都是美女不断，而今天居然因为一个老阿姨被质疑。那一刻，陈太感觉自己受到了侮辱。怎么了？包养我怎么了？我也不老好不好？老子之前也是能一倒无数少女的。对，你先别激动好吧？你说你是正经基金的销售顾问，有谁能证明？你打电话去我们基金问一问就知道了，到时候自然能证明我的清白。然而，当叔叔联系到了陈太的销售组长之后，组长的反应却让人意外。什么陈太？我不认识。什么陈太？我不认识这个人啊！什么？老子今天才去见了你，你竟然说不认识我？我想起来了，他以前在我们这里工作过，是个临时工，不过已经被我们开除，他的所作所为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行，抱歉打扰你了。所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警察同志，如果我说这一切都是我在录综艺节目，你们信不？1个小时过后，导演亲自出马，费了9牛2虎之力，才最终把陈太救了出来。走出来的一瞬间，陈太抱着导演就开始痛哭。我陈太这辈子哪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啊？被个老绿茶开油就算了，还被当成了流氓。我虽然一把年纪了，但品味也没低级到那种程度吧。直到这一刻，陈太彻底看明白了，身份这种东西实在是太重要了。陈董事长，冷静冷静，我知道你受委屈了，但我们还在直播。导演，我不录了，我要退出。什么？这项先停一下，切广告切广告。陈董事长，您先冷静冷静。您还记得签过的协议吗？如果你现在要放弃的话，你可是要赔付商业违约金的。
听到这话，陈泰冷汗直冒，他根本拿不出那么多现金，也清楚那些金主不好惹，到时候可不止违约金那么简单。他腿一软，直接坐倒在地。导演见状，忙凑过去小声提醒：“陈董事长，我知道以您的学历翻盘不容易，所以明天我们会想办法给你开个后门。放心，我们不会看着你输掉这次挑战的。”真的。折腾一天后，陈泰又花了100元打车回到出租屋，此时兜里只剩2237元。节目组照例询问两人的心得。心得，含码量极高的心得，你要不要？今天只是小小的挫折而已，凭我陈泰的才能，绝对可以创业东山再起。创业，我创你大爷！我陈泰直接宣布躺平了。反正到时候节目组会给我想办法开后门，到时候我直接躺赢。心得，那就是大家千万别随便碰股票，我只是好运而已，但我也不可能这么一直好运下去的，还是脚踏实地赚钱为妙。第二天，袁种一早就来到了电影院，木下早已在此等候多时了。跟他一起的还有电影院的老板，最后商量以1亿9千万的价格成交。签过之后，袁种正式接手了这家电影院。董事长，不知道你有什么打算呢？昨天影院老板将资源和一些片方的老板都给了我，要不我们先从这里入手？不行，这些电影其他家也有，观众凭什么要来我们电影院看？我们要放就放其他电影院没有的影片。这一天天的想什么呢？我决定把这个电影院改造成动漫基地，从明天开始，所有放映厅只播放动漫电影，全天24小时开放营业。什么？咋了？是不是被我这个天才般的想法惊到了？是有点。那电影票钱怎么算？这些电影票价应该卖不高啊，我们要很多年才有可能回本。卖票？谁说我要卖票了？董事长，你应该不会又要免费给别人看吧？哪里的话，哪有看电影不给钱的道理？还好，看来董事长还没有堕入魔道。还有救，我决定收门票，但无论男女老少，只要交了门票，24小时内随便看，想看多久看多久。那董事长，这个门票收多少钱啊？10块钱吧。什么？您不会还打算补贴钱给观众吧？哪能啊！我看起来很像傻福吗？10元门票还会带动餐饮经济，吃喝玩乐都解决了。董事长，对不起，我没能理解您的苦心。您放心，我马上就去联系版权方，一定会尽快上映。接着，袁种在电影院所有员工面前任命木下为总经理，在给员工放1天假之后，他就又溜回了自己办公室。门票才10块钱，我给餐饮价格定低点，他木下就是神仙也绝不可能赚到钱。这一次，我就问你飞龙起脸还怎么说？我想不亏钱都不可能。而陈泰这边今天也是喜气洋洋，穿着一身得体的西装来到了一家顶级投行的办公室楼下，门口甚至有一个人专门等候着陈泰。我去，黑幕啊！节目组也太不要脸了吧！就陈泰这中专学历也能进顶级投行，还是正式员工，你特么的逗我玩呢吧？我一个金融学硕士，想进都进不了，陈泰一个中专，想进就进了，说什么凭着几10年的工作经验，搁这骗鬼呢？服了，陈泰这边没什么看头了，明摆着节目组都直接搞黑幕了，垃圾节目组，一看就是输不起了。我叫林栋，是您的小组组长，您被分到我这个小组了。平时您叫我名字就行，以后咱们就一起工作，一起进步。不敢，林组长实在是太客气了，一起进步谈不上，还希望林组长多多指导。特么的，终于被当人看待了，这关系户还挺懂事，看来应该不难带。来，陈叔，我带您熟悉一下咱们公司的环境。林组长带着陈泰在公司里转了一圈，之后拉着陈泰来到了他的工位。陈叔，这是你的工位，我特意给你选的，光线好，可别不能怠慢了这位爷，这可是董事长亲自交代的关系户，可得招待好了，自己前途不就稳了吗？到时候别说是主管、经理都有可能啊。这就是顶级投行的格局啊！我真不懂那些牛马咋想的，在这么大的公司不拼命干活，良心不会痛吗？林组长，太感谢您了，没想到您这么照我，那有啥活儿尽管吩咐，我保证又快又好，加急不加价。不急，你刚来公司，先熟悉一下公司环境。此时袁种这边正在摸鱼，而木下激动地冲进了袁种的办公室内。董事长，您真是神了，快看看这个新闻。经过专家组联合探测，西城新发现的大型金矿开采难度过高，导致经济价值大幅缩水。我们的股票呢？卖掉了吗？按照您的吩咐，我们早就全抛了。我们在最高点股价6.89元套现离场，投资回报率足有462.7%，扣除交易成本，我们这一次足赚了30多个亿。我真是服了，完了，全完了，30个亿啊！早知道我就不着急卖。对了，你那边版权联系的怎么样了？对不起，董事长，我正是来跟您汇报这件事的。版权这边有一点问题，需要的版权费用有点高。不就是钱吗？不用再请示，所有的一切都由你自己决定。董事长，我恐怕不能接受，这个权限实在是太高了，而且我也没有经验，到时候不仅浪费了你的钱，还辜负了您对我的期望。要的就是你这句话，没有经验就对了。我就是要给你机会败光这30页。木下，还是那句话，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我相信你有这个实力，所以我给你这个机会把这件事做好，让他们看看我们打工人身上究竟还有什么样的潜能。是，董事长，我明白了。看着浑身充满拼劲的木下，袁种露出了心满意足的笑容。可下班的时候，发现木下正在一个一个的发布着紧急加班任务。这还了得啊！这可是个坏风气，坚决不能容忍。
必须浇灭他们的工作热情。下班了，下班了，谁都不准加班。看到木下他们还想争取一下，袁种急忙打断：不急，这是急不得。我还是那句话，开心永远第一，别把人生浪费在工作上。好了，大家辛苦了，开心下班。做完这些，袁种开开心心的下班回家，而木下他们的脸上却露出了狡黠的神色。另一边，陈泰也刚刚准备下班。林组长啊，咱们公司的工作氛围太好了，我现在是真的想为咱们投行做出一些成绩出来啊。放心，你可是我们小组的王牌。偷偷告诉你个消息，这段时间有几家公司要进行 IPO， 于是找到了我们投行，希望我们加入其中。我明天就把资料发给你。那就多谢林组长提携了。两人相视一笑，都露出了老狐狸般的笑容。就在这时，袁种想起充电器落在公司，便让司机掉头。结果一回去，却发现木下他们还在加班。哎，董事长，您怎么又回来了？对不起，董事长，我这也是为了公司吗？你们这，我都说过多少次了？如果我还默许你们加班，那我这个董事长的威严还在哪？董事长，今天是我不好，我保证以后不会了。我雷个烧缸，我他妈的是不是没睡醒啊？我是在看科幻片。还有员工求着要加班，老板竟然还不准的，员工加班竟然还得给老板道歉，你听听，这是人话吗？我把视频给我们老板看了，我们老板说了，能干干，不能干滚。袁种干脆留在办公室，随时准备拉闸。本想亏点钱，却被员工的拼劲弄得心里发虚，一直忙到半夜12点才下班。回到家后，他照例说起心得。说实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大家加班到这么晚都累坏了。还是那句话，工作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重要。我之后一定想办法杜绝这种加班现象。而陈泰终于感觉自己又站起来了，一脸自信的大放厥词道：加班不是很正常吗？公司给你工作，给你机会提升自己，还给你发这么多工资，说加班不道德的这些打工人，你们就没良心？你们看吧，我今天已经熟悉了工作，哪怕是让我加班睡在公司都没有问题。打工人就是要为公司着想。第二天一早，陈泰打车来到公司，还豪气给了小费。结果一到公司，发现员工早已到齐。本想对着镜头吹两句，最终还是憋回去了。陈叔，这是我们最近忙的一些公司 IPO， 您好好看看。等这些事情做完了之后，功劳也有你的一份。林组长放心，这些是我门亲，绝对不会给你丢人。林组长一走，陈泰开始翻看公司资料，老行家出手，立马写起了假材料，但他忘了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网友盯着。卧槽，陈泰你逆天了！你在做什么啊？你这是造假！要上市的公司，材料竟然也敢造假！说不定在陈泰这种人的眼里 ，IPO 造假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正常到他都不感觉意外，驾轻就熟了都。然而陈泰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闯了大祸。袁种这边正坐着专车赶往新开的影院，本来今天已经布置好能开业了，可他现在却堵在路上。我靠，前面是不是出什么事故了？不知道，好像说是在举办什么活动，然后去的人特别多。算了，掉头回去吧，我去坐地铁。可地铁站前的情况也是一样，袁种直接看傻了眼。卧槽，怎么这么多人啊？哥们问一下，你们今天这是干啥啊？今天不是有个动漫影院开业了吗？之前没看过的，现在正好补上啊！我操，不是，你们这么认真的吗？正当袁种还在懵逼的时候，木下一把袁种拉了出来。木下，到底背着我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做了一些小小的努力了。你管这叫一点点努力？是一点点吧？这要让丧尸看见不得兴奋死！你们到底做了些什么？来到电影院的时候，袁种更是傻了眼，到处都是人，还有各式各样的 cos， 看得袁种现在只想扇自己巴掌。我勒个去，这到底怎么个事？这多亏董事长您的创意，我们就是围绕打造国内唯一一家动漫影城来办的活动。我原本想不到，是公司几个常混漫展的同事给了我灵感。你们竟然背着我憋大招啊！这特么是正常人能想出来的招数吗？这么多人，我还怎么亏钱？你看你让人家小姐姐站一天多辛苦，你一天给他们多少钱来着？一个人3000，是不是给多了啊？哪叫多？再加2万，今晚全打给他们，不能让这些活菩萨寒心。最困难时是他们挺我们，这份恩情还不完。记住，敢花钱才能赚更多。我明白了。这次你们干得不错，到时候单独拨出1个亿来，给这次参与影院的所有员工发奖。董事长，不可啊，这也太多了吧！我们好不容易才为公司赚了一点小钱，怎么可以再分这么多奖金？你们都太辛苦了，我都是看在眼里的，这些钱我都觉得少。加油，相信你们可以的。袁种生怕木下又要推辞，赶紧扭头就跑。可回去的路上，袁种心里却无比沉重。亏钱的事迟迟没有进展，这可咋整啊？正当袁种哀叹的时候，手机又弹出了一条新闻。一楼盘已烂尾2年，开发商早已跑路，居民群情激愤，是要讨一个说法。可当袁种点开图片的时候，却有些诧异。你说这烂尾楼盖的也不差，长得也不像烂尾楼啊，基本上都快建成了，怎么就是不肯交付呢？开发商这还跑路了，真是缺德啊！老板，您不知道，这些开发商都是借钱盖楼，资金链断了就抵押了楼盘，最后还不上钱，楼盘自然被债主收走了。哦，听到这里，袁种顿时又有了新的亏钱计划了。如果我说我要接盘呢？老板，你可别想不开啊！
老板，你可别冲动啊！这楼盘虽然便宜，但背后债务一大堆，根本不划算。之前好几任开发商想接盘，结果全被这个无底洞拖死了。无底洞正好，要玩就玩大，要买就买烂尾楼。这次我直接梭哈整个公司，我就不信还能不破产。这回我赔定了。回到陈泰这边，等到导演组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一时间陈泰那些资料全部都被传到了网上。马勒戈壁，我说我炒股为什么总是亏钱？原来这些王八蛋财报都是作假的，早就已经亏成个空壳子了。IPO 就开始造假，鬼知道后面上市了还会造假多少次？这些畜生骗我们股民的钱。就在这时，一家科技公司突然被10几名监管人员强势闯入，几分钟后，一众高层全被带走问话。不止这一家，陈泰笔记上出现的公司全被一网打尽，陈泰却丝毫不知道自己已经闯下大祸，仍在工位上热火朝天的写着。这时导演组才反应过来，连忙给陈泰打电话。陈董事长，快停手，把所有资料都扔进碎纸机里，快！啥玩意？我特么刚进入状态，你让我给资料碎了？我靠，陈泰，你他妈傻了吗？你忘了现在还在直播吗？完了，出事了！我靠，我这才第1天入职啊，这林组长怎么敢把这些绝密资料都给我的？别废话了，赶紧处理掉！陈泰完全没料到，自己这新人本以为只是练练手，居然被塞了份绝密资料。正想起身离开时，几十名监管突然冲进办公区，陈泰一慌，抓起资料就想跑。所有人停止你们手头的一切工作，站起来，双手举起，请配合我们的工作。老实点，你就是陈泰是吧？姓名陈泰，年龄57岁。说说吧，为什么要财报造假？我不知道啊，我啥也没干，我不知道你们为啥给我喊来。我陈泰好歹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清楚这种情况下绝对不能慌，只要死不承认，那就没有事。不知道。骗谁呢？你昨天还在调戏老太太，今天就进了投行，还是这种重要的项目组，你跟我说你不知道？我真不知道啊，这都是我们组长给的，我哪知道他给我的竟然是让我造假的资料啊！不信的话，你去问林组长，这林组长看样也不像什么有背景的人。我陈泰需要你的时候，你就得给我背锅，你的恩情，我陈泰日后再来报答。只是陈泰万万没想到的是，林组长此时就在他隔壁房间做着同样的事。我哪想把资料给陈泰啊，是他自己求我说要好好表现，再怎么说也是董事长亲自交代的关系户，我能不给吗？况且这些资料也是高层塞给我的，我自己都没来得及看。而此时的导演组内，几个金主暴跳如雷的吼道：妈的，陈泰这傻逼，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财务造假也就算了，还当着一堆人面干，是怕别人不知道吗？谁选的这个傻逼参加节目？先别说赢下这个挑战，我们都快要被他给害死了。几位大佬，消消气，既然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您几位看要怎么处理？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把这傻逼捞出来。好在这些还只是讨论稿，还没正式立项。要是真进入 IPO 流程，就算神仙来也救不了陈泰。到了晚上，和快要唱铁窗泪的陈泰不同，袁总这边已经开始庆功宴了，正举杯准备开喝，他却突然发现桌上的鱼头正对着自己。各位，我讲2句。之前不少高管因贪腐离职，留下很多空缺，我准备推行扁平化管理，撤掉这些多余职位，各部门只保留正副经理和组长，有事务直接向目下汇报，而裁撤职位省下的薪资将全部平均分给全体员工。但是在公司里绝对禁止一切的人情世故，下不为例。好了，来大家一起举杯。等到宴会散去，大部分人都离开后，袁总这才找到木夏。对了，木夏，明天帮我去注册个新的全资子公司，我要买楼啊！注册公司没问题，但是董事长想买哪里的楼啊？就这个，好像叫什么神鹰黑手府来着，听名字好像还挺社会的。什么？董事长，您是认真的吗？这可是个超级烂尾楼啊！好几年了都没任何开发商敢去接盘的，这可是个天坑啊！袁总听了木夏的话，更是打定了主意要买这个烂尾楼。董事长别看这些烂尾楼拍卖价格低，但背后牵扯的债务纠纷可是能让人头疼死。那些债主们恨不得把接盘的人给生吞活剥了。木夏都这么说，那绝对是亏钱的好机会啊！这不买岂不是天打雷劈啊？我感觉那个地段还不错，说不定早晚会涨呢。时间还早，要不要一起去看看？半小时后，袁总一行人来到烂尾楼楼下。奇怪了，这不是烂尾楼吗？怎么还有亮灯的？应该是买了房的业主偷偷住进去的，房子没交付，开发商是不会让他们住的，还会派人驱赶，所以他们只能偷偷摸摸住在里面。就该把这些开发商都拉去毙了，给了钱不交房子还有理了？难道普通百姓就活该被坑吗？走吧，咱们去看看。刚走到亮灯的楼层，迎面就看到一个青年男人举着手电筒照着袁总他们怒吼道：你们一个个咋的？我是不是给你演了？我们是不会从这里离开了，这本来就是我们买的房子，我死都不走。兄弟，你先别激动，我们也是业主，我们就是进来看看而已。真的？骗你是小狗？汪汪汪！狗系统不给我提供意见就算了，除了会蹦出来狗叫你还会干嘛？那对不起了，我还以为你们是开发商派来赶人的。你们要是不介意的话，进来喝杯茶吧。那谢谢你了。即便早有心理准备，袁总进屋时还是被镇住了。房间没水没电，只有几顶帐篷，旁边一名年轻妻子正陪着孩子看书，唯一的安慰是还有窗户，至少能遮风挡雨。
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我们这里太简陋了。没事，虽然条件简陋，但还温暖。和青年聊了几句后，袁种一行人便告辞。走出小区大门时，他回头望着烂尾楼里零星的灯光，眼神逐渐坚定起来。木下，帮我凑50亿出来，我要买下这些烂尾楼。我晚上回去就去联系这家开发商。另一边的陈泰刚刚才被导演从局子里捞出来，正一脸失魂落魄地回到了家，都不用导演那里多说，陈泰自己已经清楚自己的下场了，开除都算好的，搞不好这辈子都得被禁止进入金融圈。这一波下来，陈泰直接人妈了。之前帮你一次已经造成很恶劣的影响了，接下来只能靠你自己了。陈董事长，我劝你好好想想，接下来1年怎么熬过去。陈泰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无助感，以他的年龄以及中专学历，根本不会有任何一家公司会录用他，更何况又闹出这一档子事。陈泰是真的想要放弃了，可想了想高额的违约金，赶紧打了自己几巴掌。正当陈泰思索之际，他看到了一旁的外卖袋。金融圈找不到工作，我还能送外卖啊！正好自己还有3高，就当是锻炼身体了。只要熬过这1年，哪怕没赢也有10亿的奖金，简直不要太少。第二天，袁种这边早早就来到了公司。昨天很多员工都吃嗨喝嗨了，导致今天居然没几个人加班。看到这种情况，袁种高兴都来不及。董事长，动漫影院的流水出来了，截止昨天凌晨0点，动漫影院累计进账497万。听到金额后，袁种已经麻木了，看昨天的规模就知道赚的不少。木下在旁边还兴奋地说着，他却一句都听不进去，只能赶紧转移话题。对了，昨天让你凑的50个亿凑的咋样了？按照您的吩咐，我卖掉了一些其他公司的股份，再加上私募基金的8个亿，还有股市赚到的31.26亿，现在已经凑齐了。效率很高嘛。那开发商那边联系的怎样了？昨天我跟官方还有开发商都交涉过了，官方那边想让我们与债权人那边交换下意见，但我感觉没有那么容易。没关系，去帮我联系那些债主，我今天就去跟他们碰头。1小时后，袁种按约来到开发商的会议室，里面坐满了各路债主，一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全想着从他身上狠狠咬一口。首先，我们还是要欢迎袁董事长有这个意向来购买这个楼盘。虽然几经挫折，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楼盘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打住！先感谢各位抬爱了。不过我这个人不喜欢浪费时间，20亿，这楼盘我要了。董事长是跟我们开玩笑的吧？这价格可远远达不到我们的心理预期啊！恐怕这个楼盘我们没办法卖给你。开什么玩笑？这楼盘可是抵押贷了100多亿，你20亿就想收，连根毛都不够。我想几位是搞错了，我是来买楼的，不是替无良开发商来还债的。开发商欠你们的钱，去找他们要去，跟我有什么关系？还有你们，我再重申一遍，欠你们钱的是那无良开发商，不是我袁种。这20个亿都算是我给多了，你们竟然还不知足！我最后报价30个亿，接受的话楼盘我接，所有抵押一笔勾销，不接受我立刻走。除了我袁种，你们找不到第2个肯接盘的。若不卖给我，别说30亿，1分钱都别想拿到。我靠，牛逼啊！银行行长你都敢骂，真有种啊你！不愧是我们打工人的代表。呵呵，这些债主真当袁种是傻子，还想敲诈袁种，结果让他给怒怼了一顿，看他们那快要气炸的样子，是真的搞笑。见袁种起身要走，债主们面面相觑，都清楚这楼盘要是被法拍，怕是连5亿都不值。无奈之下，最终还是银行行长先忍了这口气。袁董事长，30个亿，我们同意放弃抵押权。最终，袁种以50个亿的价格拍下这个楼盘的同时，连带着旁边的几个地皮一起到手。从会议室走出，袁种那叫一个身心舒畅。妙啊，50个亿全亏出去了，等10倍返还，岂不是500亿到手？董事长，你买了楼盘也就算了，买这些地皮是为什么啊？光买楼盘哪够？我要用这几块地建大型游乐设施、商场，还有公园，把这里打造成顶级豪宅区。听到袁种的话，木下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他知道董事长颠，没想到这么颠。董事长，我得提醒2点：第一，账户上根本没那么多钱；第二，这楼盘80%的房子早就被开发商卖掉了。卖了，那就回购回来不就得了？这个房子的房价是多少来着？之前开盘的时候最高到过8万，后面才掉到6万左右，现在我估计2-3万都很难卖出去了。那就按4万1平把业主的房子都收回来，等我们把商场、游乐园这些配套建好，把房价推上去后，再高价卖出去。花出去这么多钱，卖房子赚得回本吗？完了，这是要破产了啊！董事长，您要不要再考虑考虑？别犹豫了，立刻发布公告，让所有业主3天内到售楼处退房，按4万1平全额退。几分钟后，方正投资收购超级世纪烂尾楼的消息就在网上炸开了锅，把地产商全镇住了，一个个都怀疑袁种是不是掌握了内幕。与此同时，袁种已经带着部分员工赶到现场，开始指点江山。马上联系施工队，用最好的质量，立刻给小区通水通电，保洁也跟上，把杂草和建筑垃圾全清掉。钱不重要，速度要快。那董事长，物业这边呢？物业直接关系到业主的安全和服务质量，因此我决定从公司里抽一批人，成立一家全资物业公司，专门服务这个小区。什么？
董事长，不是我们不听您的话，主要是我们从来没做过这方面的工作啊。你叫什么名字？董事长，我叫明如玉。好名字，你很有胆略，我很欣赏你。如果你愿意，就由你来当这个物业服务公司的总经理。什么？董事长，我愿意。我们公司未来是要多元化发展的，你们的格局得放大。物业公司怎么了？去当管理层历练一下，待遇不仅不会降，还会更高。就算赔钱，我也愿意为你们投入。董事长，我想去物业公司。董事长，我也是，我愿意为董事长冲锋陷阵。董事长，我先来的，我要去。现在马上去组建物业公司。我再强调一遍，不用怕花钱，把钱全部都给我花在刀疤。1小时后，消息传开，各小区的业主纷纷赶来退房。袁总和木夏站在2楼，本以为人会多，却没想到会多到这种程度。看来大家这都是被烂尾楼给吓怕了。没办法，烂尾楼大家都怕，不仅不能住，还得一直还房贷，很多家庭都被他拖得快撑不住了。记得提醒员工，对业主要有礼貌。我们做生意的笑脸是基本，不管来退房还是办事，都不能怠慢。好，董事长，我马上去办。丁，溢价买下楼盘和地皮，您已亏损22亿元，现在为您10倍返还，220亿元已经进入您的私人账户，目前您拥有资产294.15亿元。好家伙，这帮犊子竟坑了我22个亿！算了，继续亏。物业公司也快好了吧？那可是大号亏钱神器，我得亲自盯着。明如玉那家伙可别比木夏还会整活。说走就走，可袁总刚到物业公司门口就傻眼了，大门外挤满了等待面试的求职者，甚至还有一大群年轻人来应聘保洁。不至于吧？你们这么年纪轻轻就跟保洁阿姨抢活干？董事长，这是咋回事啊？董事长，您不知道，现在您都成红人了，带着我们公司一起爆火 ，HR 每天上万个求职信，全是几波投降进来的。我们公司这么火的吗？我亲爱的袁董事长，能不能看在我是老粉丝的面子上，录用一下我呗？袁董事长，录用我，快！我金融学博士毕业，我保证给你赚更多的钱。在几位求职者的大喊下，所有人都注意到了袁总，有求签名的，有求录用的，一个个都跟疯了一样冲了上来。停！我知道大家都是好同志，也理解现在就业不容易，但来这里的都是年轻人，甚至有人来应聘保洁、保安。但我想说这样不对，你们值得更好的。众人面面相觑，还以为他要全都刷掉不录，结果下一秒，他的发言直接震翻全场。我决定，在场的所有人，我全要了！你们不该待在家里浪费你们的青春，我的公司需要你们。听到袁总的话，全场瞬间沸腾，一旁的明如玉瞪大眼睛，差点下巴掉地上。不过有一点我得先说清楚，岗位会按你们的能力来分配，比如保安绝不是外面那种只会看门拦外卖，真遇见歹徒比业主跑得还快的那种。我们要做就做顶级物业团队，安保必须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有退伍经历的更是优先录用。袁总话音一落，立刻有几名壮实小伙子站了出来，他们都是退伍出身，正愁没机会发挥自己的价值。保洁也要智能化，以后我们还会建设超市、宠物店、健身房等配套设施，都需要专业的物业团队来做。我的目标就是打造顶级社区。你们现在可以回家，明天正式上岗。董事长，这么一套下来，这物业费得收多少合适啊？物业费我可从没说过要收啊！不光是这个小区，以后我们接手的所有小区统统不收物业费。什么？董事长，不收物业费，我们靠什么撑啊？这样烧下去，再多钱都顶不住啊！格局要打开嘛！你想想，现在多少人不愿交物业费，那我们又何必硬逼着收，搞得跟恶人一样呢？可董事长，你看，现在小区商铺都在我们手里，开超市、便利店的利润足够了，何必去逼着收物业费？我还是那句话，不怕花钱，不怕赔钱，名声更重要。林如玉被他这一套说得一愣一愣，乖乖记着笔记。另一边的导演室里，几个金主早就被袁总这一连串操作笑到喘不上气了。笑死我了，袁总这傻子专买烂尾楼啊！我之前还担心袁总会赢，现在看来是我想多了。这种傻子不破产都对不起天理。他还当上大善人了，以为他是谁啊？不剥削底层人，我们怎么挣钱？这种人真是异想天开。而此时陈泰这边，由于昨晚被抓去问话，今天一觉睡到了大中午。不过他丝毫不慌，随便一个外卖员月入都破万。我还看过新闻，有人一年能赚上100万。以我陈泰的聪明才智，一个月赚几10万还不是小菜一碟。说着，陈泰打开外卖软件，准备注册骑手账号，信息填完，手机立刻跳出提示：恭喜您注册成功，请前往宠团外卖站报到，培训后即可上岗。送个外卖还要培训，搞笑吧？这不是有手就行吗？浪费我时间。纯花钱啊！你是真不知道送外卖这水有多深啊！我敢打赌，陈花钱今天就得哭出来。笑死！我赌陈花钱坚持不了3天就得哭着放弃。3天到我呢？陈泰能坚持3个小时，我都算他厉害，好吧？虽然不情愿，但陈泰还是乖乖打车去。外卖站在郊区偏僻位置，司机绕了半天才到。一下车，他照旧装逼大喊，结果周围骑手全拿他当傻子，让他脸上有点挂不住。
你们谁是站长啊？我是来送外卖的。哪来的回哪去，别碍事。老子是来送外卖的，不是来受气的。昨天的监督都不敢这个语气跟老子讲话，你是个球啊？怎么，你特么的来老子地盘找茬是吧？信不信老子让你横着从这里出去？站长还以为陈太是隔壁平台来打事，语气立刻变得不耐烦。周围的骑手见势不对，也纷纷撸起袖子围了上来。别这样，有话好商量嘛。大哥，你就是站长吧？我是来应聘骑手的。哟呵，真的假的？你这打扮是来送外卖的？不说我还以为哪位领导微服私访呢。穿皮鞋来送单，你咋不上天呢？话音一落，周围立刻哄堂大笑。陈太脸红到脖子根，转身就想走，但想到这可能是自己唯一的工作机会，只能咬牙硬扛下来。我觉得就算送外卖也要送的体面，把热腾腾的饭送到客人手里是我们的神圣使命。穿的体面才能把服务做到位。瞧给你装的，还什么神圣使命？省省吧，你这水平连外卖都送不了，赶紧哪儿来的滚哪儿去。你不让我试试，怎么知道我不行？不就是送外卖吗？信不信给我1周，让你见识什么叫奇迹，什么叫最速传说。就你还最速传说，搁这逗我呢？行，你非要送是吧？一辆电瓶车6999块钱，先买电瓶车再说。啥？就这破电瓶车卖我7000，抢钱的。陈太听到这个价格，知道自己是被人当傻子了。如果是以前，他眼睛都不会眨一下，但现在这一辆电动车就会让他原地破产。不对，我怎么也开始跟底层牛马一样，开始对几千块钱斤斤计较起来了。我要买也是去其他地方买，还非得买你们这里的，强买是吧？信不信我投诉你？对，就是得买我这的。我们这车都改成可拆卸电池了，外面那些破车跑几单就得回家充电，你拿啥赚钱？爱买不买？像你这种穷逼，当了外卖员也只会拖慢我们整站的配送速度。老子几10年来第一次被人骂穷，你个老壁灯，等老子恢复身份，看我整不整你就完了。大哥，商量一下呗，我就是想混口饭吃，车便宜一点卖我成不？让我对一群底层牛马低头，真是比吃奥利给还难受。哎，维活下去，看来是非吃不可了。这还有点送外卖的样子，不买也行，租吧，每月500，更换电池的费用你自己掏。陈太大喜过望，正准备要答应下来，转念一想，又开始有了想拿捏导演组的想法。不对，我干嘛要租？让节目组掏钱不就完了？不给我买，我直接原地摆烂，看是导演急还是我急。一口价5000，行，我立马去给你搞钱去。哎呦我去，行，5000就5000。不是吧，陈太你变脸这么快的？刚说买不起，现在就敢开一口价了？这陈太不会要去卖钩子吧？以陈太这个姿色，恐怕几天都赚不回来。看到陈太愿意花钱买这辆不知赚了多少手的小破车，站长自然乐开花。陈太一听点头，立刻转身奔向摄影师，对着镜头要钱去了。陈董事长，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每个人开局只有3000块钱，这是规则。我不管，赶紧借我5000，等到时候赚了钱再还你。有点格局，真不知道你这情商到底怎么混上导演的。嘴上说是借，心里压根没想还。导演碍于直播间观众的面子，只能咬牙让工作人员把钱送过去。陈太一拿到钱，立刻跑回外卖站，直接把5000块往电动车座椅上一拍。5000块够不够？瞧把你装的！来个人，给他套行头，让他去接单。当陈太推着电动车从外卖站走出来那一刻，他黄袍加身，迈出了六亲不认的步伐。这一刻，他感觉自己就是最强的存在。呸！这些底层牛马只会互相坑，良心都喂狗了，还想赚我黑心钱，怕我拖你们业绩？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我陈太360行样样精通，都给我看好了！湾岸小王子的实力可不是吹的。而袁总这边带着木下一行人来到了员工食堂，食堂内部打造的极其奢华，如同5星级饭店一般，就是唯独没有招牌。董事长，我昨天和同事粗算了下，这个食堂每月花销上千万，资金是不是有点高啊？对了，这是我们员工一起给您准备的礼物。几千万？这不是金窟窿吗？咦，24K 纯金的。木下，你终于知道把钱花在刀把上了，看来还得再逼逼你，把钱能全集出来。你这卡我不能要。为什么啊？木下，你把我袁某当成什么了？我一向主张公司里人人平等，你现在却给我这么一张特权金卡。我也是打工人，这让我良心上怎么过得去啊？木下听罢当场羞愧难当，恨不得找个地缝里钻进去。对不起董事长，我不该擅作主张的，我这就拿去销毁，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东西了。销毁多浪费啊！我的意思是，这金卡反正也不值几个钱，干脆全员1人1张，既是奖励，也是食堂开业的纪念品。董事长，这每张金卡的成本怕是不低啊。格局要打开，给你2000万吧，不够再要，花不完算你失职。木下整个人懵逼了，不过懵逼归懵逼，还是硬着头皮打电话去办这件事。2000万，几百张卡，就算是全用纯金打造也花不完啊，得镶钻才行。丁，为公司员工定制专属金卡，您已亏损2000万元，现在为您10倍返还，2亿元已经进入您的私人账户，
目前您拥有资产297.73亿元。走进食堂，摆满了琳琅满目的菜，一眼望不到头。袁种正看得起劲，抬头却看到一个背影正躲在里面，用打包盒偷偷往里夹菜。那人一发现他们，立刻转身就想溜。你站住！哪个部门的？是你，裴英俊。秘书还有董事长，你们好。你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现在才10点半，还没到吃饭的时间，竟然下来偷吃！你把董事长当什么了？木夏，你先消消气，先跟我过来一下。这个员工是什么情况啊？你好像对他很有意见的样子。对不起，董事长，我失态了。这人叫裴英俊，外号抠门王，全公司都知道他来上班就是蹭店、蹭吃、蹭喝，连厕纸都不放过。大家对他怨声很大，提过好几次要把他开掉。他家什么情况？一个人能顶着这么多人的白眼，抠门到这种份上，肯定是有原因的。他是农村出身，大学毕业后来我们公司，父母也没收入，再加上房贷，大家知道他不容易，就一直让着他。没想到今天竟这么过分。哎，你早该跟我说，员工这么困难我却不知道，我这董事长当的不称职。走，出去问问情况。回来后，只见裴英俊直接冲到袁种面前，扑通一声跪了下来。董事长，我知道错了，求求你别开除我。谁说要开除你了？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为什么要打包这么多份啊？董事长，对不起，今天我妈过生日，我想早点回去给她个惊喜。我爸妈一辈子没吃过什么好的，我想带点回去让他们尝尝。是我没本事，挣不到钱，给不了他们正常的生活。裴英俊说着说着眼泪直掉，袁种不禁想起烤书舍肉的典故。若说他这是贪公司便宜，那这点便宜袁种心甘情愿让他占。你已经很棒了，没事的，从明天开始，你不用去楼上公司上班了。董事长进步了，都学会开除员工了。董事长，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贪公司便宜了，求您别开除我，我哪怕天天加班都行。我可没说要开除你啊，我是觉得你干别的太屈才了。正好，我准备成立全资餐饮子公司，一直缺个总经理，现在决定就是你了。让裴英俊来管食堂，那跟让耗子看守米缸有什么区别？这么大的公司想破产真不容易，还有木下这些老六一路搅和，孤军奋战根本不行。裴英俊，你就是我最看好的得力干将，有你这种大将，我还愁公司黄不了吗？董事长，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我一定要把这个餐饮公司做大做。